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继续聊一个心理学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害怕鬼怪，怎样理解这种恐惧。这里提前说明一下，本期视频不存在任何恐怖的画面和描述，请大家放心观看。以前有朋友向我分享了一些自己对鬼怪的恐惧，这期视频我就很想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一下。首先，我们怎样定义鬼怪？每个国家的文化对鬼怪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我这里采取一种相当宽泛的定义。在我看来，只要在一个人的记忆、幻想或者梦境中存在着某个东西具备超自然的未知的力量，且能够引发他的恐惧、焦虑等不适感，那么这种东西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可以视为一种鬼。在当代社会，鬼怪早已不再被主流文化视为一种真实存在的事物，但它仍然能够引起人们广泛的恐惧，这就说明它在人类的精神结构中起着特定的功能。对鬼的恐惧和性幻想有类似之处，都是解开一个人潜意识的钥匙。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首先想到了一个朋友给我描述的经历，说有一个女孩因为严重的心理问题而住院了。这个女孩说，在住院期间，每天都有一个人带着水果来看望她，直到她出院了才发现，原来那个人是不存在的，其实都是她想象出来的。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的表现，也就是患者看见了不存在的东西，听到不存在的声音。不过精神分裂也可以视为一种极端的心理防御机制，通过这种方式，患者能够实现某种自我满足，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对鬼怪的恐惧也是同样的道理。人为什么会怕鬼？其实答案隐藏在这样一个问题背后：如果有一个鬼，我认为他会对我做什么呢？有一位朋友对鬼的恐惧是这样的：鬼似乎只是一直跟着自己，当我听到背后有响声或者异动，我就会感到鬼在我的附近，但他似乎也不会跳出来对我做什么，就是一直跟着我。我问他，那这个鬼是什么形象？有什么特征呢？他说，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结合他的成长经历，我认为这个朋友在童年时期由于缺少父母的陪伴而经常感到强烈的孤独和恐惧，但这种孤独和恐惧始终没有被语言表达出来，于是就以鬼的符号来表现。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总结过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万物有灵论，或者说泛灵论。这个阶段大约在儿童的6到8岁之前，此时的儿童并不能完全理解死亡，儿童会认为死亡只是意味着去了另一个地方，不能明白死亡的永久性，同时缺乏区分幻想和现实的能力，因此倾向于将一切事物看成是有生命的、精神的。而这个朋友在童年时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与这样一种万物有灵论结合起来，再加上文化中本身就存在的各种鬼的描述，就很容易将内在的心理冲突以怕鬼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的叙述中，这个鬼无形无相，并不会对他做什么，却一直陪着他，让他感到非常害怕，但这本质上是亲子关系的一种客观化。我在讲性幻想的那期视频里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儿童有这样一种倾向，当感到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有任何裂痕或不完美的可能性时，儿童会倾向于维护父母的权威并美化父母，同时将责任归结为自己。儿童不会从父母对自己的冷漠中总结出父母有问题的结论，相反，儿童可能会感到是自己不够好、不够出色和优秀，并将这种痛苦感内化到潜意识中。然而，将负面因素归结于自身，同样会引起痛苦，于是他选择了将这部分坏的自我甩给一个外在的、可怕的精神，仿佛是这个外在的精神引发了他的痛苦。鬼就是这样一个背锅者。还有一个朋友对鬼的恐惧是这样的，他总担心有一个鬼会过来肢解他，但他描述的这个过程并不全是害怕和恐惧，还有一种隐约的快感。这种幻想经常让他感到困惑和羞耻，明明这件事发生在现实里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我觉得这个幻想混合了很多复杂的元素，
但核心的一点就是性焦虑。当事人幻想自己的身体被这个鬼所注视，这种注视其实也是一种欣赏，表达了一种对连接和认同的需求。肢解的想法代表着失去自我控制，被他人所主宰，而当事人在自己的幻想中导演这一幕，相当于自己在充分自主的情况下安排一次安全的失控，从而缓解自己对失控的焦虑。这与虐恋的心理有类似之处。而鬼的意象则代表着一个强大、邪恶、充满性欲的力量，这个力量其实是自己潜意识欲望的化身，当事人需要这样一个客体，这样自己就显得完全的被动，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从而免去了道德的压力。在性幻想的那期视频中，我们曾经介绍过 Jane 的幻想，与这个故事是非常相似的。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也就理解了，对鬼的恐惧往往与内心中某种未解决的心理冲突有关。由于这种冲突可能威胁到当事人的内心平衡，因此他们是被意识所禁止出现的，最终外化为对鬼怪的恐惧。当然，它往往也是创伤的产物，比如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两个案例，都源于当事人在亲子关系或者性方面遭遇过挫败。创伤是理解恐惧的一个重要线索。另一个女生曾经做过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一条蛇钻进她的身体，最终她从这个梦里联想到了曾经被性侵犯的经历，将蛇和超自然的鬼神联系起来，在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是常见的。比如圣经里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就是魔鬼撒旦变化而成的一条蛇。在她的梦境中，虽然蛇并非鬼怪，但蛇也明显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种蛇，而是有超自然力量的、无比强大的邪恶生物，因此这仍然可以视为一种对鬼的恐惧，这显然是创伤导致的。鬼怪也经常象征着某种权威力量，对鬼的恐惧也可能意味着对权威的反抗。这在西方文化的童话故事中很常见，在中世纪的传说中，巫婆被认为是能够与鬼神沟通，甚至是能被鬼附体的，而这个意象也经常成为人们负面情绪的投射对象。比如童话《白雪公主》里那个恶毒的继母，她也是一个女巫，因为嫉妒白雪公主年轻漂亮而想杀了她。通常来说，母亲角色与抚养、保护和爱联系在一起，但母性也可能发生扭曲。现实里那种嫉妒女儿、想和女儿竞争的母亲也并不罕见，因此巫婆经常用来象征着对扭曲的女性权威人物，尤其是对母亲的批判。猫和老鼠有一集是会飞的女巫，讲到汤姆梦见自己被一个神经质的女巫捉弄，故事的结局是汤姆被女主人从梦境中摇醒。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个女巫其实就是汤姆精神世界中对女主人的投射。谈到对鬼怪的恐惧，在中国有一种很常见的态度，是从所谓唯物主义和科学的立场上将其简单斥之为迷信，认为这种恐惧是与客观现实相冲突的，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我认为，为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和精神现象，我们必须接受一点，那就是每个人所知觉到的就是他的现实，他的现实就是他的个体体验，并且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内心体验，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行为。那种认为必须要在物理世界中找到实体才能讨论的观点是很狭隘的。鬼怪、上帝作为一个纯粹的意识对象而言，的确是真实的。而当个体的体验在社会交往中被他人理解和接受时，才能构成共同的现实。比如我和你都观测到了我们面前有一些盐，如果我尝了一口是咸的，我的直觉就进一步得到了肯定，但如果你感觉是甜的，那么我们某个人的味觉可能出了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在现实否定了我们，或者说我们要服从所谓的客观规律，而只是表明了我们自己在整合和检验自己的不同知觉，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主体性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一切幻想都是有意义的。此外，我们必须采取目的论而非机械论的眼光去看待人的精神，这也是我这个频道的基本观点。
人会否认或者歪曲掉那些与自我结构不一致的经验，除非它能够满足自我的某种需要，或者强化自我的结构。这些经验可能暗含着对自我的攻击，比如当事人有一个对他冷漠的父母，他的自我概念是对父母充满了感激，渴望父母更多的关心他，但深层的心里的却是对父母的愤怒和强烈的孤独感。然而这些体验与他的自我概念相冲突，于是他需要将它们歪曲成其他的形式，比如将其表达为对鬼的恐惧，这样既平衡了内在的冲突，又可以不触及自我概念本身。但这种平衡是暂时的，当事人仍然没能真正化解这种冲突，而这仍然可能去寻求其他的替代表达，比如躯体化的症状、被害妄想等等。人的阴暗面只有在意识的舞台上获得承认，才能平静下来。对鬼怪的恐惧更多的代表着黑暗的经验和情绪，比如攻击性、创伤、反抗、挣扎等等。只有接近那些黑暗的力量，尝试了解和倾听他们的诉求，才能找到平衡自己精神世界的方法，去矫正那些创伤性的情绪体验。正如罗杰斯所说，当所有的体验都存在于意识中，而且得到了整合，防御就最小化了。没有防御的需要，就没有攻击的需要。一个人为什么对鬼恐惧？我想，可能只有从自己身上找答案。但总的来说，鬼是不被社会规范和环境所允许的念头的客观化和人格化。人通过与鬼的互动，构建起了一个舞台，并促使自己采取行动。鬼并不是可怕的，人最终还是要与鬼和解的，即意识到那些鬼其实都是一个个尚未被接纳的自我。他们虽然被人抛弃、切割，但仍然要以这样一种方式顽强地抗争，以争取承认。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